高医师之前有一个病人啊，他很高兴地跑过来跟我说，他有一个指数从49升到71。我说哈，是什么台股加权指数吗？他说不是，是他的肾丝球过滤率在服用中药之后啊，他的肌酸酐也从1.5往下降到1.1。那你知道在台湾啊，其实每9到10个人就有1个人有慢性肾脏病，这相当于啊一个厢型车的人出去玩之后，过了5到10年之后，他们第一站就要去哪里？就要先去洗肾中心报道。因为其中有一个人肾功能可能已经变差而要洗肾了，所以估计台湾大概有200万人有这样的一个疾病，但是其实我们的认知率只有3.5%，所以今天的影片很重要，大家听完之后一定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什么是慢性肾脏病，以及哪一些人容易罹患这个疾病，以及如果我们罹病之后，中医可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最后则是我们平常要做些什么来预防慢性肾脏病恶化。那慢性肾脏病指的是肾脏受到3个月以上实质的损伤，是结构性的损伤。那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肾功能恶化？基本上我们可以来看肌酸酐以及我们的肾丝球过滤率。肾丝球过滤率它就是一个分数，反映我们肾脏这个过滤这些废物的能力。那在年轻人大概会是100到120。那30到40岁之后，我们每年就会下降0.8到1左右。所以年纪大，肾功能就会比较恶化，因为这代表你没有白活嘛，你的肾脏很认真在工作。那慢性肾脏病指的定义有包含哪些呢？包含我们有3个月以上符合这6项当中的其中1项。第一个就是肾丝球过滤率小于60，第二个则是我们尿液出现一些微量的蛋白尿，再来则是尿液检查发现竟然有沉淀物，有没有？小便应该要很轻嘛，它竟然有沉淀物。再来是影像学显示它真的有一些结构上的异常哦。另外则是它如果有肾小管的病变，或者是它本身就有做过肾脏移植，这都算是慢性肾脏病。大家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相貌平平，却还是椎间盘突出？为什么生在南部，却常常喝西北风？为什么明明是人生胜利组，最后却要变成担心洗肾组呢？究竟慢性肾脏病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猜猜看。其实第一名就是糖尿病。我们看我们这么多饮料店，就大概知道为什么台湾这么多人肾脏会不好。其实糖尿病患者跟一般人比起来，它有多这个2.4倍的洗肾风险。而高血压则是有1.7倍，高血脂有1.6倍，所以3高的病人就危险啦。接下来是痛风，有些痛风患者不知不觉可能会吃到一些肾毒性的药物。那此外呢，则是抽烟饭后1根烟真的快乐是神仙吗？应该是让你赶快去当神仙。我们抽烟在这个男性会增加2.4倍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女性则是会增加2.9倍。除此之外，如果不当用药，常常自己想当医生想吃什么止痛药就去吃，这样也很危险。另外，心血管疾病家族史、蛋白尿以及65岁以上的病人都是高危险族群。除此之外，研究指出基因跟生活方式也相当有关。这指的是什么？猜猜看，你父母如果有洗肾，你的洗肾风险会是多少？竟然是2.25倍哦！要不要赶快断绝这个亲子关系不用啦，至少要拿到财产。开玩笑。那我们夫妻如果有洗肾，另一半有洗肾，你则会增加1.66倍的风险。那如果兄弟有洗肾，则会增加4.96倍的风险。那我们要断的其实不是血缘，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可能整个家庭都爱抽烟，整个家庭都不喜欢运动，整个家庭都爱去吃到饱，然后常常动不动就在团购甜点。接下来谈谈中药可以治疗慢性肾脏病吗？其实我们要先厘清一个观念，肾脏病跟肾亏有什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肾亏指的是脚下的那2颗，肾脏病则是腰部的这2颗。所以这有什么不同呢？肾亏指的是肾功能障碍，慢性肾脏病则是我们肾脏的损伤。那当然，慢性肾脏病久了也容易造成我们肾亏啦，就会有一些性功能障碍。那很多人会说，高医师，这个吃中药到底对肾脏安不安全？那我们以前都会听到一些例子说不晓得吃什么之后，然后肾功能变差。那其实这常常很多病人可能是在外面误食一些伪药或是草药。那当然这些东西有时候就会被归纳成中药。那高医师在医院的时候也有看一些
肾脏科照会的会诊说，肾功能变差，来看看他吃这个是什么。哇，一去发现，天哪，都看不懂因为他有可能就是吃一个很奇怪的药啦那你也真的不知道这个草药是什么这样。那其实健保资料库在2015年，黄尚志教授他是西医，他就很好奇这个问题，吃中药到底危不危险然后就去做研究，很惊讶的发现说，这个慢性肾脏病如果有使用中药，它这个透析的风险竟然会下降53%。那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它是可以下降15.4%的死亡率，而且还会延缓它这个洗肾的时间。那接下来就是如果使用中药发现可以稳定肾丝球肾炎患者他肾功能的降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如果找合格的中医师开立中药，基本上是很安全，甚至对我们的肾脏功能还有帮助。那高医师有些门诊病人也是长期服用中药可能1-2年，去看他的肾功能，基本上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哪一些人适合服用中药来改善这个肾功能？基本上我们在这个 Stage 3之前使用中药治疗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逆转他的肾功能。那到了 Stage 4，我们治疗的目标则是让他的肾功能不要一直下降。肾脏病就像什么？就像溜滑梯一样，刚开始溜很慢，后面就咻溜很快。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咻很快的病人，他不要咻的这么快不要赶快到达这个最底下就是洗肾中心，不要赶快跑到洗肾中心。那除此之外，我们中药也认为可以改善一些肾功能恶化，像是贫血失眠倦怠等不舒服了。那中医的治疗的机转是什么？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是改善循环，我们改善肾脏的循环，可以使用像补阳黄母汤或是黄芪丹参等药物。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用一些药物来改善肠道的功能。目前的研究发现说，这些肾脏病的病人他们肠道菌丛是相对的是跟正常人比是比较不好。那这种失调的肠道菌丛有可能就产生大量的尿毒素造成肠道的屏蔽被破坏，从而让这些毒素进入全身。所以我们使用一些像是党参白术、茯苓来改善肠道的机能。再来第3个则是抗纤维化，可以用一些像加味逍遥散。第4个则是使用一些抗发炎的药物。其实不断的发炎那这个 RAS 的增加，其实容易让我们身体的这个肾功能恶化，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像黄芩黄连等药物。那除此之外，还可以搭配针灸治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们之前的影片，我们可以使用像竹山里肾腧穴都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保健。那最后则是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什么？第一个当然是要定期检查肾功能不要因为很害怕就掩耳盗铃我的肾功能很好都不要检查那哪一天就真的出事的时候，就是直接去急诊做检查这样就不好了。那再来呢，高医师要送大家一个口诀叫做3多3少4不1没有。那3多是哪3多呢？就是我们要多纤维、多蔬菜以及多喝水。纤维跟蔬菜促进排便，而且有很多这种抗发炎、抗氧化的成分，对我们的身体也是很好，尤其是肾脏的部分。那除此之外，我们要多喝水啦。我们刚刚讲说水不够我们身体的血液就会变少。那血液一变少，肾脏得到的血液就变少那当然它肾功能就会变得比较不好。那我们每公斤体重可以喝多少水？建议可以喝到30cc 啦。那如果你喝太多，脚会肿或者是会喘代表有一些肺部的水分，就建议不要喝太多，可以跟你的主治医师讨论看看。那再来，我们这个3少是什么？大少、2少、3少嘛？不是啦我们是少油、少盐跟少糖啦尤其我们要少盐少吃点盐因为爱自己的身体，无需多盐去自助餐这个菜记得要洗一洗，不然真的容易太咸。那可以的话，我们还要再少普林不要吃太多比如说肉类或者我们喝太多珍珠奶茶，也会容易让我们的这个普林变高，然后有尿酸的现象。那4不是哪步？第一个，不要抽烟抽烟当中的尼古丁会损害我们的肾脏。第二个则是我们不要憋尿所以上班不要太为老板卖命，要保住自己的小命，当一个健康快乐的薪水小偷去小便把这个健康偷回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不要熬夜也不要吃来路不明的中药这种神农尝百草的工作还是交给高医师就好。那最后则是1没有，这是什么？我们不要有尾鱼肚因为太胖其实容易造成代谢症候群，也会让身体容易发炎。不晓得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讨厌的人，但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表达你可以跟他说，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好好照顾自己，早点熬夜，不要睡觉，
多吃宵夜，少吃蔬菜。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来一根烟，哇，很快他就会去洗肾中心报道了。以上是我们今天的高医师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的高医师说以及高医师的短影片哦。高医师说，我们下次见，拜拜。